Android Studio 将 button 设定为可互动。点击 button 时显示讯息。1. 呼叫 Set Content View。打开 MainActivity.kt 档案。在呼叫 Set Content View 后，将这些程式码添加到 onCreate 方法中。Find View by ID 方法在布局中找到 button。R.id.button 是 button 的资源 ID， 该 ID 是 button 的唯一标志符。程式码将 button 物件的引用保存到名为 role_button 的变数中，而不是保存 button 物件本身。2. 验证 import 叙述。验证 Android Studio 是否自动为 button 添加了 import 叙述。请注意，现在有3个 import 叙述，第3个叙述是自动添加的。接下来，您需要将程式码与 button 相关联，以便在点按 button 时执行程式码。3. role_button 物件。点击监听器是一些程式码，用于在发生点按或点击时执行相应操作。此处的点击监听器用于监听用户点击 button 的操作。使用 role_button 物件，并呼叫 setOnClickListener 方法为其设置点击监听器。实际上，不在方法名称后面使用圆括号，而在方法名称后面使用大括号。这是用于声明 Lambda 的特殊语法。在输入过程中 ，Android Studio 可能会显示多个建议。在本例中，请选择 setOnClickListener 选项。4. 创建一个 toast。在大括号中，您可以说明点按按钮时应执行的操作。现在，您可以让应用显示 toast， 这是一条向用户显示的简短讯息。通过呼叫 toast make text 创建包含文字 dice roll 的 toast。然后，通过呼叫 show 方法告知 toast 自行显示。5. 运行应用程式。运行该应用程式，然后点击 Roll 按钮。讯息框讯息将在屏幕底部弹出，不久后就会消失。点击 button 时更新 Text View。1. Activity_main.xml。返回到 Activity_main.xml， 点击 Text View。请注意 ，ID 为 Text View。2. MainActivity.kt。打开 MainActivity.kt。删除用于创建和显示 toast 的程式码行。使用 Find View by ID 以在布局中使用 Text View 的 ID 查找 Text View， 并储存对它的引用。在其中创建一个名为 Result Text View 的新变数来储存 Text View。3. 设定 Result Text View。将 Result Text View 上的文字设置为带引号的6。明确进行此设置意味着 Text View 当前始终显示6。您需要添加程式码，以在下一个任务中掷骰子并显示不同的值。运行应用程式。点击按钮，它应将 Text View 更新为6。